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男人肾脏的健康关系着家庭的幸福，但现在有很多男性肾脏出现了问题，失去男人魅力，所以男性想要重振雄风，首先要补肾。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用2味中药泡水喝。第一种是山药，那山药是很受人们喜爱的食物，既是中药，也是一种美食。山药药用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粘液蛋白、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，有着健脾养胃、固肾益精的作用。那肾不好的人可以将山药炙干泡水喝，能养肾护肾，提高肾脏功能，对改善肾虚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二种是菟丝子，菟丝子也属于中药，药用价值很高。菟丝子有补肾益精、养肝明目的功效，对肾虚、肾气不足以及腰膝酸软等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所以男性朋友没事呢，也可以用菟丝子泡水喝，能帮你重振雄风，提高战斗力哦。那男人补肾呢，不能够操之过急，还是要遵循医生的意见，平常还要多运动，改掉不好的习惯，这样肾脏才会越来越好。线是男人的生命线，拒绝这3种食物，呵护前列腺健康。第一种，辛辣食物。很多人对辛辣食物都是没有办法拒绝的，这类食物中含有很多辣椒素，如果经常吃，很容易导致血管扩张，对前列腺造成感染，加重前列腺炎。所以男性朋友为了自己前列腺的健康，尽量少吃这类食物。第二种，发物。发物是指一些比较富含营养的食物，或者是有刺激性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牛肉、狗肉等等。男性朋友如果经常吃这类食物，也会影响前列腺健康，使人出现前列腺疾病，所以男性朋友也要注意。第三种，生冷的食物。对有前列腺炎的男性，最好不要吃生冷的食物，因为这类食物容易刺激到前列腺，还会导致血管收缩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对前列腺健康也不利。那都说病从口入，所以男性朋友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管住自己的嘴。为了前列腺的健康，上面的这3种食物尽量就不要吃。下班回家和朋友约饭，吃完已经很晚了。周末休息又和小姐妹逛吃，这样时间长了，油腻的东西都进肚子了。然后呢，低头一看，肚子又大了一圈，还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先别着急，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先呢，跪立在垫子上，双腿打开，尽量的大一些，双脚呢碰在一起，臀部向后坐，然后呢，双手向前伸直，身体往下压，最好让额头碰到地面。这样坚持30秒，慢慢的起身再做。每天睡觉前呢，做10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清理肠胃，排出宿便。坚持做下来，肚子小了，气色也好了。现在的人吃得多，运动的少，所以很多人50岁后很容易被中风盯上，不利于人长寿。那该怎么预防中风呢？最好改掉3个习惯。1. 久坐不动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如果经常久坐不动，那么就会导致血液循环流通差，影响大脑的供血，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中风的发生。2. 熬夜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是最经不起熬夜的。长期的睡眠不足会使大脑没有办法运转，不仅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还容易增加中风或者是脑梗的风险。3. 频繁吸烟。经常吸烟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导致血管出现堵塞，所以50岁后尽量改掉抽烟的习惯，不然也会增加患中风的风险。上面这3个不利于健康的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。想要预防中风，平时还可以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耸肩。很简单，就是将我们的2个肩膀同时向上提起，坚持5秒，然后再放下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早中晚都做一次。这个耸肩的动作可以放松肩部神经，促进血液流通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活血行气的作用，能帮助很好的预防中风发生。大家不妨坚持练一练吧。对于枸杞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人过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若坚持用枸杞泡水喝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？好处1：延缓衰老。
枸杞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以及胡萝卜素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起到延缓衰老、延年益寿的效果。但是要注意，枸杞属于温和食物，吃多了容易上火，影响睡眠。好处2：美容养颜。枸杞有很好的美白皮肤和养颜的功效，非常适合女性朋友吃。因为枸杞可以帮表层皮肤细胞保持足够的营养，对改善皮肤状态、保持皮肤弹性有很好的作用。好处3：提高免疫力。除了上面的2个好处，长期坚持吃枸杞还能够帮助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吃枸杞养生并不是1天2天就能够达到效果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虽然枸杞有很多好处，但是有2类人最好别喝。第一种，拉肚子的人，如果出现拉肚子或者其他不适的情况，最好不要喝枸杞，以免加重病情。第二种，感冒的人，如果你正在感冒，也是不适合喝枸杞的，对恢复。说到长寿，那可是很多人都追求的。那像历史上的一些皇帝啊，不也都寻求灵丹妙药，以求长生不老吗？那长寿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说到这儿啊，50岁后呢，可是养寿期，若能吃得了3种苦，或许能够帮你长寿哦。1、要吃劳动的苦。那人过50岁后呀，如果长时间的不动，身体呢就会生锈，加速衰老，所以多劳动劳动有益健康。2、要吃早起的苦。那年纪大了呀，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。早上呢，按时吃早餐，这样有助身体排毒和肠胃的健康，对长寿呢也有帮助。3、要吃口味清淡的苦。50岁后呀，吃的清淡一些，有助血管健康，也有利于长寿。那上面的这些，你能做到几点呢？做到1件也是好。都说呀，50知天命，50岁，确实是一个挺尴尬的年龄了。木子50岁有啥尴尬的呀？那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而且呀，这身体也处于一个快速衰老的阶段呀。那有啥要注意的呢？要说要注意的呀，那就是血管的健康了。如果不想让血管堵塞的话，3种食物就要少吃。腌制类的食物，比如腊肉、咸菜、火腿等，那这些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吃多了呢会影响血液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蛋糕、饼干类食物，那这类食物中有很多的糖和黄油，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也很多。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。最后，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那吃多了容易让血液变得粘稠，血管变拥堵，所以也要少吃。所以大家从现在做起，保养好自己的血管吧。天凉飕飕的，我爸就天天的在我耳边叨叨，说腿疼。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总耍单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能不腿疼吗？都说人老腿先老，所以养腿要趁早呀。看这里，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养腿护腿的小动作。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站直了，然后把右腿向上踢，使足自己吃奶的劲儿，最好踢到和心脏一样高，或者超过心脏也行。左右腿轮流的踢，每次踢2到3分钟就行。这样踢腿可以加快下肢血液循环，疏通血脉，预防腿部肌肉萎缩，对改善缓解膝关节疼痛有很好的效果哦。那到老了，你是想健步如飞呢，还是疼痛难忍呢？赶紧坚持练一练吧。说了炎热的3伏天，入秋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这时如果能调养好身体，秋冬也能少生病，不妨常喝一粥赤小豆百合粥。制作的时候，先将赤小豆泡好，然后将大米和百合洗干净，把赤小豆放在锅里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用大火烧开，然后再用小火煮烂。这时将大米放入，煮熟之后再放百合，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赤小豆百合粥有很好的清利湿热、养阴润肺的功效，入秋后多吃点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除了多喝一粥外，还可以多吃凉果。第一种梨，梨的味道很好，香脆多汁，鲜甜可口。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多吃一些梨有清心润肺、止咳平喘的功效，能帮助养护肺部健康。第二种葡萄，
葡萄不仅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经常吃葡萄有很好的生津消食、缓解疲劳、补血益气的作用，也非常适合秋天吃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入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，以免感冒。还有要多注意睡眠，早睡早起，适当的运动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